市场上的苹果到底有没有打过激素？苹果素有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的美誉，是健康的象征之一。如果连苹果都被打了激素，那岂不是颠覆我们对健康水果的期待？走进水果摊，一颗颗苹果红润光亮，个个宛如画中走出的主角。看到这些近乎完美的苹果，不禁让人联想起童话故事《白雪公主》里的毒苹果。那颗苹果外表鲜红美丽，却暗藏致命危机。当然，现实中的苹果不会真的下毒，但不少人担心，如今市面上的苹果为了变得漂亮好卖，可能使用了某些激素或药剂。这些激素苹果会不会对我们健康有害？我们平日挑选苹果时，又能否一眼看穿哪些是被打了激素的呢？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个话题，分享一些实用又有趣的识别技巧。首先，我们要明白，所谓给苹果打激素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有人拿着针筒一个一个的往苹果里注射药水吗？其实一般情况下，果农并不会愚蠢到用针去逐个注射苹果，那样成本太高，也不现实。所谓的激素苹果，通常指的是在苹果生长过程中使用了植物生长调节剂或催熟剂等化学手段。例如，有些果农为了让苹果长得又大又快，会在苹果尚未成熟时给果树喷洒一种叫膨大剂的植物激素，促使果实快速膨胀，或者在苹果还是青色时喷洒可以促进转色的药剂，让苹果提前变红。这些行为都是在用人工的力量干预苹果的自然生长节奏，我们通俗的就称之为给苹果打激素。这有点像运动员偷偷使用兴奋剂提高成绩，给水果打激素就如同给选手打了禁药，短时间内个头和色泽上去了，但违反自然规律，往往以牺牲内在风味为代价。那么，为什么要给苹果打激素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利益驱动和市场需求。多数消费者买水果时，眼睛往往会被那些色泽鲜艳、个头硕大的苹果所吸引。卖相好的水果更容易卖出好价钱，果农或商贩为了提高收益，可能就动起了让苹果变得更大更漂亮的念头，而植物激素恰恰提供了一条捷径。试想一下，自然情况下，一棵苹果树上结出的果实大小参差不齐，颜色也不尽相同，但如果使用了激素，整棵树的苹果可能都变得个大均匀，红艳诱人，远远看去十分壮观。对于追求卖相和产量的人来说，这无疑很有诱惑力。当然，并不是所有果农都会使用激素来催大苹果。事实上，很多勤恳的果农更愿意依靠传统的农业技术来种出优质水果，比如合理修剪枝芽，控制疏花疏果，也就是摘掉部分幼果，让留下的果子长得更大。科学施肥和灌溉等这些传统方法其实也能让苹果长得漂亮又可口，而且不会伤害果实风味。现在还有一些主打有机种植的果园，完全不使用化学合成的激素和农药，虽然他们种出来的苹果外观可能没有超市里的那么完美，个头也不一定巨大，但胜在健康安心，吃起来风味也更佳。由此可见，只要用心以科学方式管理果园，不用激素一样能种出诱人的好苹果。然而在一些竞争激烈或管理不善的果园里，也确实存在不当使用激素的情况。我们时不时就能听到某地出现所谓激素水果的新闻，甚至还有更夸张的案例。还记得多年前的西瓜爆炸事件吗？那是2011年，中国某地的西瓜田接连发生离奇一幕，地里的西瓜还没完全成熟，就一个接一个自己裂开，甚至炸成碎片。调查之后发现，原来是果农过量使用了名为氯吡苯尿的催长剂，俗称膨大剂，妄图让西瓜个头迅速变大，结果西瓜吸水过猛，细胞撑不住，纷纷爆开。这件事当时轰动一时，也给农业生产敲响了警钟。其实现代农业中，适度使用植物激素并非洪水猛兽，比如种植无籽葡萄时，常会喷洒膨大剂让葡萄粒长得又大又饱满，这种使用在农业上是被允许的，也不会让人吃了就出问题。重点在于适度二字，适量使用能促进作物品质，过量使用就适得其反。西瓜事件正是一个过犹不及的案例，教训深刻。因此我们也不必一听激素，水果就惊慌失措。日常吃到的水果
大多还是在安全范围，但学会辨别，能让我们避开那些确实被过分催熟、品质打折的个例。虽然苹果不像西瓜那样容易炸裂，但同样的道理，如果过度依赖化学激素来催生长，果实的品质和安全性就会受到影响。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消费者该如何分辨眼前漂亮的苹果到底有没有打过激素呢？下面我们就来一步步揭晓答案。其实，要判断一个苹果是不是被动过手脚的激素苹果，有几个简单直接的小诀窍。我们只需要用眼睛观察，再加上简单的触觉和嗅觉，就能大致推测出苹果的生长是否自然。以下几点就是水果行家和一些果农总结出的经验。首先，看苹果的颜色。正常自然成熟的苹果，颜色往往是不那么均匀的。以红富士苹果为例，它在成熟过程中，往往是由青变黄，再逐渐转红。因此，一颗自然熟的红富士，表皮上可能红中带一点淡黄或青绿的底色，特别是在苹果靠近枝梗的顶部，那里通常阳光照射少，可能会留有一圈淡绿色。而那些一眼看上去通体鲜红，红得特别匀称的苹果，反倒值得留神。因为要让苹果浑身上下都变得鲜红透亮，通常需要额外的促红手段。有些果农会在苹果快成熟时喷发植物催红剂，或者提前将苹果从树上摘下，再用乙烯等气体催熟，这都可能造成苹果颜色红得过于均匀。而自然熟的苹果，由于光照和品种因素，色泽多少有深浅变化。如果你发现一堆苹果个个都是艳丽的红灯笼似的，而且连蒂头附近都一样红彤彤，没有半点其他色调，那就要怀疑这批苹果是不是被催红过。也许它们光泽诱人，但背后可能经历了非自然的催熟过程。其次，看大小和形状。俗话说，苹果不要挑最大的，太大反而没味道。这话其实有一定道理。苹果长得异常硕大，多半不是品种遗传使然，就是靠外力催肥，内在的糖分风味往往跟不上体积增长的速度，吃起来反而寡淡。一般来说，自然生长的苹果很难每一个都长得一模一样，苹果无双。这句俗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一棵树甚至一筐苹果里，大小差异是正常的，有的大一些，有的小一些。这反映了每个果实所受阳光、水分、营养略有不同。如果你看到一堆苹果整整齐齐，个头都很大，而且几乎像是复制粘贴般地一样圆润饱满，这时候就要提高警惕了。果农不可能靠传统手段使所有苹果都变成统一的大尺寸，除非采用了激素或其他特殊栽培方式。特别巨大的苹果更是可能存在问题。正常的苹果一颗重约200-300克到400克已经不小了，如果一颗苹果重达半公斤甚至接近1公斤，那几乎可以肯定在生长过程中使用了膨大剂或经过特殊培育。过大的果实往往口味反而平平，因为生长过快导致糖分来不及积累，果肉组织也可能变得稀松。再看形状，自然的苹果可能略有不规则，有的偏圆，有的稍扁，有的地部或者果脐部位有点倾斜不对称，这都是正常的。然而被激素催生的苹果，由于快速发育和人工干预，反而经常个个端正圆滑，像模子印出来的一样漂亮对称，太过完美的形状反而是可疑的信号。再者，观察表皮的细节，天然生长的苹果表皮上通常会有一些细小的斑点或凸起，行内称为果锈或皮孔之类的痕迹，尤其是在红色苹果上，常能看到细密的浅色小斑点，那是苹果表皮的呼吸孔和生长印记，属于正常现象。还有些苹果表面可能有微小的网纹或浅浅的裂纹，那是果实自然生长过程中因日夜温差或雨水冲刷产生的细微龟裂纹，看起来也许没那么光鲜，但恰恰证明它是自然阳光雨露下长成的。如果一颗苹果的表皮过于光滑平整，几乎看不到任何斑点瑕疵，而且摸上去皮质特别硬挺光洁，像上了蜡似的，这时也要小心，有可能是被人为处理过。比如有的激素苹果表皮细胞异常紧实，甚至可能残留药剂，导致皮比较硬，或者商家为了美观长期保存，刻意给苹果打蜡，而且用的还是工业蜡而非食用蜡，让它看起来完美无瑕。相反，
那些皮上带着些许天然斑点、细微瑕疵的苹果，也许外貌平平，却更可能是没受过多余化学干预的自然果实。当然，这里也要结合苹果的品种来看，某些品种的苹果本身表皮就比较光洁，斑点少，例如美国红蛇果，也就是红元帅苹果，天生皮薄红亮。我们不能仅因为它没有斑点就断定用了激素，而像红富士这类品种，表皮带有细小的白色斑点是正常现象。因此，在掌握上述一般规律的同时，心中也要有对不同品种特性的了解，才能判断得更准确。接下来可以闻一闻苹果的味道。虽说隔着果皮闻香气并不总是容易，但成熟的好苹果通常有淡淡的果香，尤其在靠近果蒂，也就是苹果柄部的地方闻，会有一股清甜的苹果香气。而如果是被催熟的苹果，常常香味较弱，甚至基本闻不到。因为自然成熟的过程中，芳香物质会慢慢积累，催熟则可能让果实外观变色变大了，但内部风味尚未跟上。当然，闻香气也要注意场合。在超市里，苹果大量堆放或长期冷藏后，香气会变淡，再加上环境中各种气味干扰，不易闻出。但如果同样品种的新鲜苹果摆在一起，自然熟的一般香气更浓郁，激素催熟的则往往寡淡无味。有人甚至戏称，闻味道挑水果就像闻香水，一闻便知品质好坏。再看看果蒂和果脐部分，也就是苹果顶部连接枝条的地方和底部那个小凹陷，这两个细节也藏着门道。自然成熟的苹果，果蒂部位通常干燥而结实，颜色偏褐绿或棕色，这说明它在树上挂到了足够成熟才摘下。而如果果蒂那端还发青，看起来很嫩，可能是果实尚未成熟就被提早摘下再催熟的。至于底部的果脐，如果明显往里凹且范围较大，往往表示苹果成熟度高，甜度足；而浅浅的果脐则可能意味着发育时间不足。还有一招民间流传的小经验，据说果脐周围的纹路如果呈放射对称状，像花朵绽开，那这苹果通常肉质细腻，味道好。若纹路不明显，甚至没有，口感可能差一些。这些细节不是绝对科学，但作为参考依据之一，还是有一定道理。因为苹果成熟度与外观细部特征确实相关。综合以上几点观察，我们大致可以对一颗苹果有个判断。当然，仅凭肉眼和简单感官做判断毕竟有一定局限，但挑水果又不是精密科学实验，我们无需100%精准，只需在购买时多一分注意，就能大概率避开那些中看不中吃的家伙。一般来说，以上几招搭配起来运用，已足以帮助我们识别绝大多数情况下苹果是否自然成熟。如果一颗苹果色泽自然，大小适中，形态略有不规则，表皮有正常的小斑点和裂纹，散发出清香果味，同时果蒂干实，果脐凹深，这样的苹果多半是自然成熟的好苹果。反之，如果一颗苹果红得发亮均匀，个头出奇地大，且整齐划一，表皮光滑无瑕疵，近乎假雕塑一般，几乎闻不到香味，果蒂还发青，果脐浅平，那就很可能是被打了激素或用药水催熟过的苹果。最好是结合多种迹象一起判断，准确率会更高。不妨用一个直观的对比故事来加深印象。我们假设一颗叫做小红的苹果和一颗叫做大红的苹果，小红在一片自然耕作的果园中生长，大红则在某个贪图速成的果园里被使用了激素和各种手段催大。我们来看看它们各自经历了什么。春天里，苹果树开花结果，小红苹果诞生于精心照料的果园。果农按照传统，在做果后适当疏除了部分幼果，确保留下的每颗果实都能获得充足的养分和空间。它在暖阳和微风中慢慢长大。大红苹果那边，果农则为了多结果大，在花期用了些生长激素，让更多花结果时舍不得疏果，树上挂满一颗颗小苹果。接下来他还给整棵树喷洒了膨大剂，大红在幼果时期就被迫开始了猛长个。夏天阳光猛烈，小红苹果随着季节推移逐渐变大，它的生长速度虽然不算飞快，但胜在稳健。果农时不时为它浇水施肥，防治病虫，但从不使用什么乱七八糟的激素。
小红因此积累了丰富的糖分和营养，果肉细胞紧凑结实。反观大红苹果，它在药剂作用下疯狂吸收水分，快速膨胀，个头明显比小红更早变得硕大。可是快速生长让大红来不及积累糖分，更多只是长了水分和体积。到了该转色的时候，小红因为日照充足，一面开始泛红，一面仍带着一点青绿，那是它自然成熟的节奏。而大红这时候其实还有些青涩，但果农等不及了，给它喷上了催红剂。于是短短几天内，大红表皮从绿变红，看起来赶上了小红的进度。秋高气爽，该收获了。小红苹果在树上充分成熟，果皮红中透着阳光晒出的金黄，果蒂也开始发干，它准备好离开枝头。果农将它摘下时，小红散发着清甜的果香，籽粒呈深棕色，显示成熟度很高。大红苹果此时看似色泽鲜红诱人，但其实内里还略显生硬。果农为求卖相，提早几天就把它摘了下来。为了让大红存放更久，卖相更佳，果农还给它轻轻打一层蜡，使其格外光亮圆润。大红被采摘时几乎没什么香味，果和种子还发白未全熟，但外观看起来已经很漂亮。最后2颗苹果一同来到了市场上。小红苹果个头适中，红里透黄，表皮带着几分天然的斑点和清香。大红苹果涂着蜡，通体鲜红，又大又圆，在货架上特别显眼。许多不明就里的顾客一眼就挑中了大红，觉得它卖相极佳。而小红因为有些土里土气，被冷落在旁。然而真正买回家品尝时，懂行的人马上能尝出差别。小红苹果咬一口，汁水充盈，香甜可口，果肉紧实。大红苹果看似水分多，吃起来却淡而无味，口感偏软，没什么脆劲。原来大红只是虚有其表，属于典型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最终小红赢得了回头客的喜爱，而大红可能吃一口就被嫌弃的丢到一旁。通过这2颗苹果的对比，我想我们都明白了，外表过于完美的水果往往隐藏着内在的缺陷，相反那些外貌平平的反而可能蕴藏令人惊喜的风味。说到这里，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万一不小心买到了打激素的苹果，吃了会不会对人体有害呢？毕竟一说到激素，大家难免联想到对人体健康的威胁，比如担心摄入后会影响内分泌，让小孩早熟等等。我们也需要用科学眼光来分析这个问题。首先，大多数植物生长调节剂，例如前面提到的膨大剂等，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激素，而是类似植物维生素一样的化合物。它们对植物有促生长作用，但对人体的作用机理不同于人体荷尔蒙。正常情况下，合法使用的植物激素残留量非常低，吃1-2个水果不至于让人出现激素紊乱。而且植物激素往往在果实成熟后期才使用，此时果实也已接近定型，不会无限增加药物残留。也就是说，在合规用量下，激素苹果未必就成了毒苹果。不过问题在于，如果果农过量使用，甚至使用违禁药剂，那就难说了。过量的化学药剂残留可能带来其他安全风险，比如某些催熟剂会分解产生有害物质，残留在果皮上，长期大量摄入对健康确实不利。此外，打激素的苹果通常在风味和营养上都略逊一筹。吃水果本是为了补充营养，享受美味，如果因为贪图外观漂亮，却选了个淡而无味，甚至含有药物残留的果子，实在有点得不偿失。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对于农业中植物生长调节剂的使用有严格规范，合法允许的药剂和用量都有安全评估，因此正常渠道购买的水果一般不用过度恐慌，只是难免有极少数不良从业者违规滥用，我们才需要擦亮眼睛，尽量避免买到他们的产品。有些不法商贩除了在种植过程中用激素，甚至在收获后还会偷偷动手脚。比如曾有报道，一些不良商贩会给苹果打蜡，而且用的还是工业蜡，而非可食用蜡，甚至从果蒂处注入甜味剂或者防腐剂，以让平淡无味的果实吃起来甜一些，保存久一些。这些行径当然是违法且极不道德的。如果苹果外表有不正常的油亮感，摸起来像涂了一层蜡，甚至能用指甲刮下一层蜡，多半是被人工上蜡了。吃之前一定要削皮或仔细清洗干净，
其实苹果自身也会分泌一层天然果蜡，摸起来滑滑的是正常现象，用温水轻轻搓洗就能去掉。但人工额外打的蜡，如果是劣质工业蜡，里面可能含有对人体不利的成分。挑苹果时若发现它亮得反光过头，表皮像涂了一层油漆般不自然，那就要当心了。遇到这种情况，最好削皮食用，或者干脆别买这样的苹果。还有一点，如果拿不准一颗苹果安不安全，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削皮再吃。大多数植物激素残留和农药、蜡等物质主要附着在果皮上，削去外皮便可避免绝大多数潜在威胁，当然也随之消掉了果皮中的一些营养成分。平时清洗苹果时，可以用清水反复冲洗，或将苹果浸泡在加了少许盐或小苏打的水里轻轻揉洗，尽量去除表面的残留物。做好这些简单步骤，就算偶尔买到了1-2个用了激素的苹果，也不必太担心，该去除的基本都已经去除了。另外，说到苹果的风味，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水果的季节性。苹果通常在秋季大量上市，如果在反季节仍看到大批貌似新鲜的苹果，那多半是经过冷库长期储存，或者从远地进口来的。这类苹果倒不一定是打了激素，但长时间的低温储藏可能让苹果的水分流失，风味下降，有的咬起来变面变粉。为了延长保存，不排除商家使用保鲜气体或保鲜剂处理，虽然这和激素性质不同，但也会影响口味和口感。所以有时候您吃到一颗卖相不错却味同嚼蜡的苹果，不一定是被催熟的，可能只是放太久了。这也提醒我们，购买水果最好顺应当季，挑选当季新鲜的，往往能避开因长期存储导致的品质问题。说了这么多，其实最终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在购买和食用水果时多一分智慧和警惕，不用闻激素色变，也不必看到漂亮苹果就一概拒绝。我们要做的是掌握科学的分辨方法，既不让不法商人有机可乘，又不至于错过真正优质的果实。毕竟，有些果园通过良好的品种选育和精细管理，也能种出又大又美味的苹果。那些苹果虽然长得好看，但并非靠激素，而是靠技术和耐心。我们应该学着用多种感官来评价一颗水果，比如眼睛看色形，手掌掂重量和表皮质感，鼻子闻香气，必要时牙口尝味道。多比较，多总结经验，自然能练就火眼金睛，不会被一层华丽的外表所迷惑。最后，我们还是要回答开头提出的疑问，苹果到底有没有打过激素，一眼能不能辨别呢？市面上确实存在被催熟催大的激素苹果，但只要掌握了以上要点，我们基本可以像识破皇帝的新衣那样，揭穿那些虚胖苹果的真相，一眼看出苹果的真实品质，其实并不难。今后走进水果店，面对一排排光鲜硕大的苹果，你不妨记起白雪公主的故事，不要被表面的美丽迷惑，运用我们讲的知识来选择，挑选外观适中、自然舒展、有香气的苹果。那些过于完美的大红苹果反而要留个心眼儿。这样一来，你不但能买到风味更佳的苹果，也相当于用行动督促种植者们回归良心，少用不必要的激素和添加剂。当每位消费者都做出明智的选择，市场自然会朝更健康的方向发展。说到健康与安心，苹果在我们文化中还象征着平安。每逢圣诞平安夜或节庆，人们喜欢把苹果作为平安果馈赠亲友，寓意平平安安。苹果承载着人们对健康平安的美好祝愿。我们当然希望送出的、收到的都是天然健康的平安果，而不是涂有红艳外表的危险果。所幸只要我们掌握了辨别的方法，挑选时多留心，就一定能为自己和家人选到真正安心美味的苹果。希望这些辨别小知识能对你有所帮助，让你买苹果不再只看运气，而是一看就能挑中放心满意的好苹果。